海伦娜的行程在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正式公布。接下来要看的就是霍华德·罗斯柴尔德会不会让自己的长孙罗伊斯赶过去。如果一切按计划推进，那叶晨就可以乘坐史蒂夫的直升机，和罗伊斯一起前往加拿大。反正这爷俩现在已经是自己强行捆绑的乘客，自己完全不用担心他们会泄露秘密，甚至还能在将来用这次的合作不断地拿捏他们两人，这比给他们心理暗示要实惠得多。毕竟心理暗示这个东西一旦有了，对于最熟悉他的人来说，早晚都能看出破绽。所以叶晨更倾向于这种遇强则强的软性捆绑，对方越是竭力挣脱，就反而被捆得越结实。史蒂夫和罗伊斯这爷俩看叶晨跟海伦娜打完电话，心里也是惊讶不已。他俩没想到北欧女皇海伦娜忙到各国首相和总统都要排着队预约访问，竟然能被眼前的叶晨呼之即来。叶晨见两人眼露震惊，指着罗伊斯对史蒂夫说道，等海伦娜提前访问加拿大的消息放出去，霍华德要是没让你儿子去加拿大，我唯你是问。史蒂夫忙道，叶先生您放1万个心，老爷子对这件事比我还要上心。说着他又继续道，您是不知道，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这200-300年来，有一个努力奋斗了多年但始终没能实现的愿望，就是跟欧洲皇室通婚。海伦娜虽然名气大得很，但他们北欧皇室财政一直比较困难，人丁也不够兴旺，整体情况属实惨淡得很。就像网上一些特别出名但又寄人篱下的网红，人气虽然高，但钱没赚到几个，买个房子还要找老板借钱。老爷子觉得这种情况下才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为欧洲这些个皇室其实都一个鸟样子，他们只要稍微有点钱，那贵族做派就端的比谁都高，只要出身血统不够他们那么高贵的，他们看都不看一眼。我们找他们联姻，他们一边看着我们的钱眼馋，一边又嫌弃我们的出身不够高贵。只有他们落了难了，连基本的贵族门面都撑不起来了的时候，我们这种财阀家族才有机会。叶晨点点头，淡淡道，你分析的确实头头是道，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说着他看了看窗外，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一片漆黑，黎明之前的夜比午夜时分来得更黑。叶晨觉得动手拿四方宝状的时机已经到了，不管霍华德会不会让罗伊斯去加拿大，自己都必须先把四方宝状拿到手。只是眼下外面还有上百人正在死死盯着周家庄园，如何悄无声息地将四方宝状拿到手，还需要慎重考虑一番。思忖片刻，叶晨看了看一旁的汉克，开口道，汉克，周家的别墅里马上会传来动静，到时候你告诉所有人，很可能有人通过密道进入周家，让所有人立刻冲进去抓人，千万不能让人带着四方宝状跑了。汉克有些不解地问道，叶先生，您怎么知道周家别墅会传来动静？叶晨淡淡道，我说会就一定会。汉克连忙道，好的叶先生，我明白了。叶晨嘱咐道，一旦你下了命令，我会先出去一趟，到时候你就在这里盯紧2位罗斯柴尔德先生，一旦他们试图逃跑，或者试图离开你的监管，你就直接把他们干掉，听明白了吗？汉克不假思索地说道，听明白了。叶晨点了点头，随即走到窗边，看着黑暗中只能显出一个轮廓的周家庄园，心念默动，大量灵气自体内分出，如风卷残云一般，朝着周家别墅而去。下一秒，安静到没有半点声响的周家别墅忽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似乎是许多玻璃与金属制品摔落在地的动静，这让一直监控着周家的工作人员顿时打了个激灵。汉克对讲机里很快传来一个激动无比的声音，老大，周家别墅有动静。汉克连忙道，糟糕，可能是周家人通过我们不知道的秘密通道回去了，快抢在他们没把四方宝状带走之前抓住他们，所有人立刻冲进去，谁能抓住人，赏1000万美元，谁能找到四方宝状，赏1亿。这话一出，几乎所有人都像疯了一样，
从各自藏身的隐蔽点蜂拥而出，如疯狗一般冲进周家庄园。他们虽然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效力，但毕竟也不是什么高端人才，年薪普遍也就几十万美金，一些低端岗位的年薪甚至也就10几20万美金。如今忽然有个赚上千万甚至上亿美金的机会摆在面前，换谁都会疯狂。更何况这可不是他们擅离职守，而是汉克示意的，所以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时候就是比谁跑得快，谁能跑在最前面，谁的机会就最大。要是再不抓点紧，到时候连看别人数钱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些人此时都拼了命的向周家别墅内部飞奔，生怕被人抢了先机。这些人疯了一般冲入周家庄园的时候，叶晨转身看着汉克，冷声道，盯着他们2个，所有人都不许看向窗外。汉克立刻说道，好的，叶先生。说罢，手枪已经举起来，对准了史蒂夫和他的儿子。叶晨便趁着夜色从窗户处一跃而下，跟在人群后面也冲向了周家庄园。不过叶晨与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之前的动静是从别墅内部传来的，所以他们全部都冲向了周家庄园正中央的主体别墅。唯独叶晨到了周家庄园的大门口，便直接停住了脚步。他将灵气分成2路扩散出去，一路灵气四散开来，确定没人关注自己；另一路灵气直接汇入庄园门口那2尊硕大且威武的石狮子内。很快，叶晨便在其中一尊石狮子的内部发现了一个暗格，这暗格就在石狮的底座上，可以说整个石狮就像是一个盖子，将这个暗格死死地盖住，除非用非常专业的探测设备，否则根本不可能发现得了。而这件事妙就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直觉以及思维定势告诉他们，这东西如果在周家，那一定在周家庄园的范围内，而周家庄园的范围就是在周家大门和围墙以内。可周家庄园的大门口在他们的直觉中就被 pass 了，他们本能地认为被藏在家里的东西一定在家里最隐蔽的地方，绝不可能是门口。所以从头到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就没对大门外进行过任何检测，而院子内尤其别墅内却早就被他们用各种设备探测了无数遍。周良运玩的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则无论他把4方宝藏藏在家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一定会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找出来。至于什么时候找出来，无非就是个或快或慢的问题。于是叶晨没有任何迟疑，快步走到那石狮子跟前，灵气运至右臂，最后便单手将石狮子举了起来。底座的暗格顿时暴露在他面前，里面放着一个非常精美的紫檀木盒。叶晨知道，这个木盒中存放的便是4方宝藏与9玄金絮。